这是一幕让古人灵魂战栗的异象。烈日当空，金星却在正午惊天而过，史称太白昼现。太白就是金星，用现代天文学眼光看，这只是罕见的行星合相，但在中国古代，这会被看作是上天的警示，预示着天下将要改朝换代。太史令将一道密奏递到唐高祖李渊面前：太白现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面对长出獠牙的次子李世民，李渊选择维系父子亲情，还是先下手为强？李渊看到这份密奏时，会不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他太熟悉这个剧本了，因为他本人就是靠这套手段起家的。唐高祖是大唐王朝第一个，也是最成功的谶纬政治家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9年前，当时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唐国公李渊在太原起兵，便主动利用谶语来为自己造势。他自居白衣天子，将谶语中的陶字重新定义为自己的封号陶唐，指名道姓说自己是命定天子，然后在群臣面前演完推辞再三的戏码，最终顺应天命建立大唐。所谓天命，不过是赢家对历史的最终解释权。自以为看穿套路的李渊，下旨召李世民入宫质问，表面是父子之间的问责，实则是帝王对底线的试探。武德9年是大唐王朝建立的第9个年头，此时的长安表面上歌舞升平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位之争，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。李渊本以为对李世民的训诫能让他知难而退，却不料这道质问恰好成了李世民手中最后启动兵变的导火索。面对李渊的质问，李世民展现了冷静的博弈修养。他没有辩解天象的虚实，而是话锋一转，将早已备好的致命黑料摆在父亲面前，指控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淫乱后宫。这番控诉半真半假，却成功转移了李渊的注意力。李渊震怒，决定次日召兄弟3人当庭对质。他试图把这场即将脱轨的危机强行拉回朝堂审讯，用皇帝父亲的威严压住场面，在谈判桌上重新分割权力。但他忘记了，秦王李世民是一个在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军事天才，一个信奉武力至上的统帅。对军人而言，最有效的胜利从来不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，而是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敌人。在李渊的认知里，谶纬与丑闻都不过是宫廷政治博弈的谈判筹码，逼迫对方妥协，完成和平夺权。所以他维持了常规攻防，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会彻底突破政治博弈的底线，直接动用武力。这将是李渊一生中最致命的误判。他看穿了套路，却彻底错算了结局。武德9年6月初4的那个清晨，
李世民亲自拉弓，一箭射死了哥哥李建成。尉迟敬德随后斩杀了齐王李元吉。玄武门外血流成河。而此时正在皇家海池上泛舟的老皇帝李渊，等来的不是三兄弟的当庭对质，而是满身血腥的秦王亲信。历史记录下了逼宫的这一幕。李渊很快看清局势，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。这位大唐的开国君主，在短短2个月之后，又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。玄武门之变的血腥，不能只归咎于李世民的残酷，或李建成的无能和李元吉的野心。真正的凶手是无法分割的最高皇权。在这种制度下，君与臣，父与子，兄弟与政敌，边界永远是模糊的。李渊用谶纬造就了大唐，而大唐的体制最终用同样残酷的逻辑吞噬了李渊。皇帝们为何热衷玩弄谶语、天命？原因只有4个字：愚民、控心。这是一种廉价但高效的精神控制法。李世民用它逼退了父亲，武则天用它篡夺了李唐江山。历史在不断重演。唐太宗高明的地方，是励精图治打造了贞观之治，这才摆脱篡位暴君的骂名，被誉为明君。这算不算历史上成王败寇的最真写实？只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，当年坐在龙椅上的唐太宗李世民，是否偶尔也会想起武德9年那颗挂在正午、刺眼而冰冷的太白？感谢收看，下期继续。